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，可以说结合了现代科学跟传统中医智慧的话题，也就是一套全方位的乳房健康蓝图。我想很多人心里可能都偷偷问过自己这个问题：想要追求更理想的胸型，难道真的就得冒险吗？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焦虑。不过，真正的答案其实是由内而外的健康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核心。我们的重点要从那些听起来很诱人但风险很高的速成方法，转移到如何为自己打下一个长期的稳固的健康基础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的路线图大概是这样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先建立一个观念，就是健康才是一切美丽的基础。然后呢，会分2大步骤，一步一步来看怎么准备原料，还有建立物理支撑。接着，我们会画出几条绝对不能踩的健康红线，最后帮大家总结出一套真的可以跟着你一辈子的健康蓝图。好，我们就从最根本的开始谈起。虽然说胸部的发育很大程度上是基因、脂肪和荷尔蒙决定的，这没错。但这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哦。我们绝对可以透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为它创造一个最棒的生长环境。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，你看，占了最大一块的是什么？就是脂肪组织，再来才是乳腺跟那些负责支撑的结缔组织。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聊的营养会是这么的关键。好的，我们进入第一步，打造原料。这很好理解哦。如果把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栋房子，那营养就是盖房子用的钢筋水泥呀。没有这些，后面什么都不用谈了。所以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会专注在4个最重要的营养支柱上。第一是优质脂肪，它负责体积；再来是 Omega-3，它负责保护；还有蛋白质，负责支撑；最后是植物性雌激素，它负责平衡。好，我们来细看一下。首先，像是酪梨、坚果、橄榄油这些好的脂肪，它们就是构成乳房体积最直接的原料。再来，鲑鱼、青鱼里面的 Omega-3不只能抗发炎，更有研究指出它有助于降低乳腺肿瘤的风险。最后，这点超级重要，就是鸡蛋、瘦肉、豆类提供的优质蛋白质，它其实是强化我们乳房里一条叫做库柏氏韧带的材料。你可以把这条韧带想象成我们身体自带的天然的内衣肩带，它的弹性好不好，直接决定了胸部挺不挺。所以吃够蛋白质才是从根本上防止下垂的关键。再来聊聊荷尔蒙，这一点真的很有趣哦。你看，从豆浆、豆腐来的植物性雌激素，它的性质很温和，可以帮我们双向调节体内的荷尔蒙，太多就抑制，太少就补充，反而有助于降低乳癌风险。这跟蜂王乳那种动物性荷尔蒙完全不一样，后者对某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来说，反而可能会去刺激肌瘤或囊肿生长。所以你看，选择真的很重要。讲到这里，我猜一定有人在想，不对啊，我听说吃青木瓜很有用耶。这真的是一个流传超广的说法，我们就直接来面对它。从科学上来讲是这样的，青木瓜里面的木瓜酵素，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去分解跟吸收蛋白质，也就是说，它能让你更有效率的去利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原料，但它本身并没有任何可以直接刺激乳房组织长大的成分，所以它算是一个好帮手，但真的不是什么神奇魔法。好的，原料我们都准备好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进入我们的第2步，建立物理上的支撑。这就有点像我们房子的钢筋水泥都备齐了，现在要开始搭鹰架，做管线维护了。这里的关键角色就是胸大肌，它在哪里呢？它就位在我们乳房组织的正下方，可以说是我们身体最天然的胸垫，一个支撑架。这里的重点是，运动虽然没办法直接让脂肪或乳腺变大，但是它可以把这个支撑架练得更厚实、更强壮。那要怎么做呢？
我们有2种方式可以双管齐下。从西医的角度，就是做物理锻炼，像伏地挺身、哑铃卧推，目标就是把胸大肌练厚，把整个乳房往上、往前推，这样视觉上看起来就更挺了。而从中医的角度，就是穴位按摩，重点是优化血液循环，确保我们吃进去的养分都能顺利送达。你看，这2者根本就是完美的搭档。讲到按摩，在中医理论里有几个穴位蛮重要的，像是走胃经的乳根穴、天溪穴，有助于气血循环；还有走肝经的太冲穴、奇门穴，可以帮助疏通因为压力或情绪造成的气血不顺，进而缓解胀痛。但这里有一条最重要的规则，请大家务必记住，手法一定要轻柔而且稳定。如果你按到淤青，那绝对不是按得比较有效，那代表你太用力了，反而会让组织发炎，完全是反效果哦。好，我们把结构盖好了，地基也打稳了。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怎么保护这一切，也就是这个家的保全系统。有哪些健康陷阱是你绝对要避开的？接下来这3条健康红线，请大家务必特别注意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是绝对不能轻忽的。第一，请拒绝任何来路不明的丰胸药丸或产品，特别是那种含有高剂量泰国野葛根的，已经被证实跟荷尔蒙失调甚至妇科肿瘤风险有直接关联。第二，尽量避免环境荷尔蒙，尤其是在青春期这个发育的敏感窗口，像是塑胶制品里的 BPA 对身体的干扰非常大。第三，管理好你的体重，因为过多的脂肪会让体内的雌激素增加，进而提高罹癌的风险。那么说到底，我们手上最强大的工具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自我察觉。从20岁开始，就要养成习惯，去熟悉自己乳房平常的样子跟触感。到了40岁之后，就建议要开始做专业的筛检。这种主动的习惯，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好的，我们来到最后的总结了。现在，让我们把刚刚聊的这些碎片全部拼凑起来，变成一个完整的、你可以长期执行的个人健康蓝图。这套可以永续执行的乳房健康公式，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就是4个步骤。第一，用优质的营养来建构基础；第二，用有目标的运动来支撑结构；第三，用轻柔的按摩来优化循环；第四，透过避开我们已知的风险来保护这一切成果。这是一个很棒的正向循环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可以自己想一想，那些速效的迷思跟健康的现实，你会选择走哪一条路呢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助你做出最聪明也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谢谢你的收听。